你知道作为一个闹鬼的凶宅最基本的标配是什么？那就是首先呢，还要落座于一个偏僻的位置；其次，凶宅内要有一个被封起来的地下室，还有一户穷到掉牙、刚搬家到这里的一户人家。满足以上条件，您就瞧好吧，闹鬼呀，那肯定得闹鬼呀。这不，半夜12点，儿子小怂在床上睡不着，突然地面上的玩具开始哗哗的叫唤。听这声音义乌出品的没错了。就在小怂不耐烦的关掉玩具以后竟然发现塑料纸后有一双脚。他顺势看上去，哇操，是个长发吊吊。这时小怂听到了一阵窃窃私语的诡异声音，吓他立马躲进被子。谁知这吊吊竟然不讲武德呀，不知道被子是个结界，突然伸进去一只干枯的手，捂住了小怂的嘴，吓得小怂一通叫唤。等小怂再次睁开眼，发现是怂爸在身边。小怂害怕了，他问怂爸能不能搬走但却被怂爸语重心长的拒绝了。儿子呀，咱为啥搬来你不知道吗？因为穷啊，那搬出去也得有钱呐。可怂爸不会想到，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决定，将彻底葬送了儿子的性命。而此时的怂爸觉得儿子心理出现了问题，赶紧请来了心理医生。结果很明显呢，那唯物主义的医生并没有发现真正的原因。可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，医生离开时，小怂正在2楼悄悄地看着他。等医生走后，小怂听到了收音机里又传来了昨晚的窃窃私语声。他听了一会儿，像是受到了什么指引，开始在纸上画画。没一会儿，一个带血的树枝就画好了。那宝子们注意了这画面上还有一只苍蝇。简单解释一下，这只苍蝇其实就是吊吊在外面兴风作浪的爪牙呀。就在小怂画完以后，开车离开的医生突然感觉耳朵里飞进了一只苍蝇，只见下一秒他双眼变得通红，不受控制的将油门踩到底。紧接着车子全速开出500米后撞到了树上，最终一根树枝横穿了医生的脑袋。好家伙，看着都疼啊！而罪魁祸首苍蝇也成功的完成了任务，从医生的耳朵里飞走了。很显然，小怂刚才画的画成了预言。可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吊吊显然没有要罢休的意思。这天，小怂在洗澡时又听到了音响里传来了怂爸的声音，说什么我恨你，我恨你。总之恨谁咱不知道但小怂以为怂爸恨的是自己，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。那妻子一听这还了得呀，当即质问怂爸为什么对儿子说这种话。怂爸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呀，他发誓他从没说过这种话。最终心大的两口子仍然将这件事归为儿子的幻听和臆想，可他们不会知道小怂已经彻底被吊吊缠上了。午夜12点，父亲听到楼下有声音，他下楼查看，起初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可走到门口，他竟然在地上看到了儿子的衣服。不好！父亲顿时惊慌起来，果然跑到泳池边，他看到了儿子的尸体。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吊吊则站在2楼注视着，甚至还有点兴奋。儿子死后，伤心的妻子搬回娘家去住了。这一天，怂爸独自在家，他突然听到了电脑里传来了儿子的声音。怂爸被吓了一跳，儿子不是死了吗？更诡异的是，这段音频居然没有波形图。怂爸意识到儿子的死亡不简单呢。为了查清楚儿子的死因，怂爸找到研究超自然声音的作家，寻求他的帮助。你听吧，作家作死之家呀！果然，作家一听就来了兴趣，当即带着女儿天蝎姐搬到了怂爸家。刚下车，作家就看到2楼窗户有个人影，可一转眼就不见了，这更让他对这里充满了期待。很快，天蝎姐在家里摆满了设备，作家也开始对每个角落进行录音。可在进行到一半时，天蝎姐通过热源成像发现有个人影在小怂房间，她以为是怂爸，就让作家把他赶走，不然会影响录音。谁知作家走到窗户口向下一看，怂爸此时正坐在楼下郁闷呢，那哪有功夫上来呀？天蝎姐感到疑惑，关掉热源成像，人影又不见了。这时作家也走进了小怂房间，天蝎姐通过热源成像，居然看到人影就站在作家面前。她提醒对方赶紧离开，谁知作家不但没走，还将设备开到了最大声音。突然一阵刺耳的声音传入了作家的耳机，差点就把他30多年的耳鸣给治好了。这一切都太诡异了。作家回放监控看到了人影的存在，他坚信这绝对是非自然现象，如果能再找到一点吊吊存在的证据，那就忒好了。于是作家决定明天继续录音。可他不会想到，当晚吊吊就差点要了他的小命。晚上作家正睡觉呢，一个机灵醒了，他听到外面有声响，走出去一看，竟然是自己去世多年的妻子。温柔美丽的妻子告诉作家，自己在底下很寂寞呀，希望他能来陪陪自己。这作家迷迷糊糊的呀就答应了。结果这妻子就拿着刀在作家胳膊上划呀划，屏幕前的你感同身受的呲牙咧嘴，但当事人却啥感觉都没有不过幸好天蝎姐及时赶来叫醒了作家，不然这光流血也能流死了。等作家回过神来，身边哪还有妻子的影子，是自己正拿着刀自要不说作家心大呢，这自残完竟然跟个没事人一样继续睡觉去了。然而没有达到杀人目的的吊吊站在作家的床边，伸出修长的手指抚摸了一下作家的脸，看来不来点真格的，你们是不知道我的厉害了。
注意看，这3个人此刻还很放松，突然楼上掉下来一个女人，猛地砸碎了玻璃。很明显，女人是被人拴住脖子从楼上扔下来的。可等松爸定睛一看，我操，这不我媳妇吗？她不回娘家了吗？啥前回来的？吓得赶紧抱住妻子来回晃悠的腿，求作家救救她。然而一切为时已晚了。可几人没看到的是，妻子死后耳朵里也飞出来了一只苍蝇，看来是吊吊干的无疑了。1周内，儿子妻子相继离世，松爸发誓他与吊吊不共戴天。或许是看松爸太惨了，作家决定留下来帮他报仇。这报仇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吊吊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吗？果然呢，就在作家翻资料时，发现这座房子以前竟然是宗教法庭，很多女人被无辜残害在这里。作家还找到了一些行刑房间的照片，可他找遍了房子前后，也没有发现行刑房间的位置。这时，一个爬满了苍蝇的墙壁缝隙引起了作家的注意。果然，砸开一看，里边竟然是个硕大的地下室。3个人大着胆子走下去，发现了很多尘封已久的刑具，还有一具被锁在笼子里的尸骨。作家伸手去摸，竟然看到尸骨生前正是一名被冤枉后残害致死的女巫。现如今，女巫成了吊吊，强大的怨念被封锁在了这里。只要有人住进这所房子，通通杀死。而消灭吊吊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烧掉他的尸骨。这知道了解决办法，接下来就是去找汽油了。可你以为吊吊会让他们这么顺利的消灭自己吗？那绝对不可能啊！就在松爸翻找汽油时，儿子生前的玩具皮球滚了进来。松爸走过去查看，突然吊吊一个闪现，差点扑倒松爸。幸好松爸反应灵敏，可吊吊花样还多着呢。只见他又变成了妻子和儿子的模样。松爸心里知道这都是幻想，可思念的力量太过于强大，松爸还是忍不住走过去抱住了妻儿。而现实里，松爸抱住的其实是吊吊。果然下一秒，松爸就被迷惑，把汽油全浇在了自己身上。就在他拿出打火机即将烧死自己时，另一边的作家也被同样迷失了心智的天蝎姐刺伤。危急关头，作家点着了吊吊的尸骨，随着熊熊大火的燃起，天蝎姐耳朵里的苍蝇飞了出去，被吊吊控制的他彻底清醒了过来，搀扶着作家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而松爸也因为吊吊的尸骨被烧毁，得以及时清醒过来，原以为一切尘埃落定了吧。这一天，松爸来到儿子房间睹物思人，突然发现墙壁上儿子的画，他一张张看去，发现画的内容恰好应对了医生的死亡、妻子的死亡、作家的自残。然而看到最后一张，顿时让松爸汗毛竖起，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。原来松爸早就被吊吊控制，儿子也不是被吊吊杀死的，而是被迷失了心智的自己摁在泳池里溺死的。最终不愿意相信事实的松爸自杀在了泳池边。影片到此结束。这可真是一个悲伤的结局啊！那因为穷住进了凶宅，结果家破人亡。只能说呀，那吊吊你也忒不是个人了。Goodbye everyone。